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毕业后，我就和老公领证结婚了。我进入职场打拼，他却选择继续考研。我伺候他考研，伺候他吃穿，就连婆婆的衣服都是我洗的。可他考上研究生后，立马嫌弃我学历低，配不上他。既然如此，这免费的保姆老娘不干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和江琪已经结婚3年了。3年前，我大学快毕业，前途迷茫，他却愿意给我一个家。可能是恋爱脑上头，再加上学分凑不够，我竟然就这么和他领了结婚证。领证以后，我选择进入职场，他却选择继续考研。当然，我是支持他的选择的，毕竟谁不想让自己学历更高一点？我们2个都是普通2本毕业，找工作很难，很多公司一听2本学校就直摇头。但好在我大学时也有努力提升自己，考了几个证书，用了半年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也算心仪的工作。江琪也正式开始2战。大4的时候，他已经考过1次，然而结果并不好，国家线都没有过。不过那时候班里考上的同学也不多，所以他并不在意，很有自信地决定2战。因此，我租了房子，他学习，我工作，日子过得也算甜蜜。毕竟我能跟他在一起，主要是因为他长得不错。我这人没别的缺点，就是颜控到了极点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3观跟着5官跑。可我没想到江琪能这么蠢。今年已经是他4战了，我越发感觉他根本不是考研的料。早就劝过他放弃考研找工作，可没办法，他家里人支持，自己也要坚持。就这样，我的工作蒸蒸日上，他复习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在这个时候，婆婆想搬来跟我们一起住，理由是照顾江琪复习。老婆，我妈主要是担心我，更何况她也好久没见我了。老婆，你答应我吧。我妈人真的特别好，这个你也知道的。她可怜兮兮的求情，对着这张美丽的容颜，我点了头。可我更没想到，她来的第1天就弄坏了我的护肤品。看着化妆桌上乱七八糟，东倒西歪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妍妍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想看看，没想到弄坏了。妈没用，笨手笨脚的，肯定会被你们年轻人嫌弃。哎，我还是走吧。第1天来就闯了大祸。70岁的老太太，满头白发，老泪纵横，还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。我实在不能再说什么了，总不能真让她赔吧。忘了说，江琪他妈老来得子，如今已经将近70岁了。老太太前年丧夫，去年大儿子还溺了水，怎么看都是可怜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扬起一个微笑，没关系，不贵。老太太如蒙大赦，赶紧进了厨房说要给我们张罗晚饭。我心想，这老太太年近古稀，怎么这做饭应该没问题吧？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。看着桌子上黑乎乎的3碟，我莫名其妙笑了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点外卖。哎呦，这怎么行？外卖多贵呀！江琪终于出声，满脸得意。妍妍有钱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妈过来真的起了作用。江琪居然真的考上了双非1本，怎么着比第1学历好很多？江琪本人也对这个成绩非常满意。这几天我看他像是斗胜的公鸡，仿佛是家里的大功臣。不过可以理解，好不容易上岸了嘛。要是我能考上，大概率也是这样高兴。只不过得意是一回事，飘又是另一回事。大学同学聚餐，我和江琪都打算赴宴。我已经工作几年，穿着打扮都逐渐成熟，而他却还是学生样。老婆，你看起来比我老好多，
我满脸问号地看着他，却见他嬉皮笑脸，说自己开个玩笑。好的，看在他脸的份上，我原谅这个玩笑。到了包厢，同学们有些刚刚研究生毕业，有些还在深造，也有和我一样已经工作几年。当然，我俩是结婚最早的。嫂子，我记得你大学时是不是考了很多证？分享一下经验呗。啊，我正专心夹菜吃饭，根本没注意到他们在说什么。见笑了，他懂什么？你嫂子那时候哪考得上 CFA 啊？来，咱们聊。我本想继续开口，却见江琪一脸不耐烦地打断我：话可不能那么说，嫂子那时候可是学霸。什么学霸？再学霸也不过是个2本的学霸。咱们如今都上岸了，他和我们可不能比。我沉默，突然很为自己不值。这3年，我为家里操持这么多，现在他倒是嫌弃起我的学历了。只是他越说越起劲。我早就跟明言说了，跟我一起深造考研，可他那眼睛里只能看到跟前的1亩3分地，没有半点远见。我就想不通了，他拿那1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，能比得上咱们研究生学历的含金量吗？我摔了碗就走。这次冷战了1个月，冷战结束的那天，他妈在楼梯上摔了一跤。为了先照顾老人，我们宣布和好。他上学，我不得不全身心照顾家里。幸好主管好说话，大手一挥，给我批了2周的假。我忙前忙后，又是带饭，又是洗衣服。隔壁床位的阿姨都夸我是个好媳妇。只是每当这个时候，老太太总是做出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，好像有什么内情一般。我心里来气，但总不能因为她不夸我是个好媳妇和她吵架。毕竟我和江琪现在是婚姻关系，从某种层面上来讲，她也是我妈。但是跟这老太太相处，我怎么都不舒服。刚结婚那会儿就是这样，她面上和善，可话语间都是在贬低我。妍妍可真孝顺啊，就是长得不算太好看，比起我们琪琪可就差远了。妍妍会挣钱，就是学历太低了。不过女孩子也够用了，反正等我们琪琪有大本事了，会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就行。我早就说了，家里养什么猫猫狗狗，弄得家里一股臭味，一点没个女孩子的样。刚去江琪老家的第1天，他妈就让我做饭。我在农村的锅头上呛了很久，也没生着火。好在江琪过来帮我，才应付过去。我当时想着，江琪向着我，再加上结婚之后也不在农村跟他妈住一起，这才结了婚。江琪鲜少来看他妈。那天我带饭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在医院了，兴许是没看见我。娘俩和隔壁床的阿姨聊得起劲，我正准备推门进去。哎呦，你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家那儿媳妇不过是2本学生，我儿子如今可是研究生。要我说，琪琪你在学校好好看看，万一有那学历高家境好的研究生女孩子。隔壁床的阿姨语气很惊奇，怎么，你们还想换个媳妇啊？这有什么不行？我现在就后悔当初结婚太早，还没看过更多的风景，就掉在了名言这棵树上。这次开口的是江琪，不愧是我儿子，那你可得在学校好好相看。没问题，我最近跟一个白富美走得很近，等她答应我，我就和名言离婚。名言算什么？当初我就是想找一个长期饭票，再加上她身材不错，不然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我积压许久的怒火燃烧起来，接着居然失去了意识。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，身旁是江琪，他妈倒是没在。明女士，你已经怀孕8周，以后不要这么辛苦。这次晕倒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。我愣着，轻轻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怀孕了。看着身旁面目可憎的男人，我又是一阵气闷。
眼睛里不知道怎么就氤氲起了雾气。接连而来的消息给了我很大的打击。刚刚意识到结婚3年的老公的真面目，就发现自己怀了孩子，莫名其妙，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。只是这个孩子不能要，江琪已经精神出轨，说不定很快就有实质行为。如果现在生孩子，赔上的是我的一辈子。我怀孕了，你怎么说？缓了一会，我恢复理智，看了一眼在旁边打游戏的江琪，那老婆你好好养胎，争取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哦，我继续开口，我怀孕不能去工作，你生活费我给你停了吧，你也要当爸爸了，怎么也该轮到你赚钱了。那不行，江琪立马跳脚，我还是学生，从哪里赚钱？你是我老婆，这都是你该做的。再说别人怀孕都能上班，怎么偏偏你不行？可能意识到语气过于强硬，江琪放软了声音，再说了，怀孕工作可以多运动，说不定对宝宝好。一旁的护士白眼几乎要翻上天。好，再说了，江琪刚想滔滔不绝，你说什么？看着他眼里的光越来越亮，我勾了勾唇角，我说没问题，我想好好上班，可谁能想到孕反居然这么严重，我吐得昏天黑地，哪里顾得上工作？说来奇怪，不知道的时候没感觉，得知怀孕的时候身体哪里都不舒服，如今只能反过来他妈照顾我。还好老太太身子硬朗，之前摔了一跤，现在也养好了。半夜想吃草莓，我把娘俩叫醒，哭天喊地要他们去买。这不是我做，真的是特别想吃，想吃到哭的那种。妈，这可是你的大孙子。老太太困得打哈欠，又放不下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只好叫江琪出门。大冬天的，江琪抖抖嗖嗖，只在睡衣上套了件棉衣，回来就发起了烧。江琪发烧，伺候孕妇的活全部都轮到了江琪他妈，产检、做饭、做家务，半夜还要被我喊起来买吃的。我孕吐严重，想吃的东西千奇百怪，他只好想办法给我准备。这会儿知道怎么做饭了，怎么当初刚来还能搞出那黑乎乎的3碟垃圾呢？老太太吃不好睡不好，半个月过去人都瘦了，只不过她原先有150斤，还有3高，现在正好减肥。没办法，她自己说过，孙子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了孙子，我看她乐在其中。1个月后，我孕反好了，江琪也马上要期末考试，他妈决定给他好好补补。我看着在厨房忙活的老太太，心想她如今倒是不装了，刚来的时候不会做饭，搞出3碟垃圾，如今亲儿子考试，我又怀孕不能闻油烟，不过半个小时就弄出色香味俱全的饭菜。妍妍呢？妈走路远，你开车给琪琪送去。老太太堆着笑，一点看不出在医院说要换个媳妇的样子。好啊，我扶着肚子，做作地皱着眉头点点头，换上了特意买的孕妇装。我去了江琪的学校，我没给他打电话，就在他们操场里转悠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这人最喜欢的就是在操场里漫无目的的晃荡。当初他也是这么勾搭上的我，果不其然，我看到了他，还有他身旁的女孩。或许这就是他嘴里的白富美呢。这姑娘应该是被他骗了，我可不相信他会在学校公开已婚的身份。江琪，我加快步子走到他跟前，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旁边的姑娘张着嘴，甜甜地问江琪我是谁。看着他眼里的光，有些不忍心戳破他的幻想。毕竟江琪这人实在好看，靠着皮相真能哄不少小姑娘，但这也不能掩盖他是个人渣的事实啊！这是我姐，原来如此。小姑娘歪着头想和我握手，姐姐好。
这是把我当大姑姐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考上研就不认老婆了吗？我怒气冲冲，饭盒向前砸，饭菜淋了他一身。我怎么不知道你居然是这种人？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住我的，我伺候你考研，照顾你生活，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嗓门极大，熬这一嗓子，几乎让大半个操场都回了头。江琪，你好狠的心！戏剧性的台词一出，身边果然围起了人。我抹着泪，拉着小姑娘的手：“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我和经管院的江琪已经结婚快4年了。都说上岸第一箭，先斩意中人。我没想到这些年我操持家里，努力赚钱，他的内裤都是我买的。呜，我好苦的命啊！”我倒在地上，哭得昏天黑地，完全不顾身旁已经围满了人，身下一股暖流。完脱了。研究生抛弃发妻，致其悲伤过度，在学校流产，很快上了热搜。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效果。此时流产并不是我的本意，可我没想到这孩子本就怀得不稳，我情绪波动一大，居然就这么没了。我闭着眼睛听着江琪和他妈吵架，都怪你，非要让明言来学校送饭，现在我名声全毁了，你还好意思？我的大孙子啊，哭哭哭就知道哭。佳佳那边已经拉黑我了，到嘴的鸭子也飞了，我这辈子全完了。佳佳应该就是白富美，我的大孙子哟，老太太只知道哭孙子，你就不能自己来给我送饭吗？明言流产也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懒，明言怎么可能看到我跟佳佳在一起？他好端端在家里待着，怎么可能流产？真令我大开眼界。知道江琪脸皮厚，没想到居然堪比城墙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没了和江琪脱不开干系，他自己出轨在前，怎么好意思怪罪别人？这一家子奇葩居然真的被我碰上了。过去3年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我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8成是江琪觉得自己现在考上了研，厉害得不得了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不仅看不上我，更是把真面目暴露了个彻底。他不是变了，人的本性很难改变，只是以前什么都要靠着我，演得好罢了。毕竟他刚考上研就说我老，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他只是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。只是读了研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吗？江琪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？更何况就凭他现在的名声，这个研究生能不能读下去都要两说。娘俩吵得不可开交，医院门突然被踹开，江琪呢？这嗓门真让人怀念。人渣臭不要脸，不就考了个破研究生，居然敢出轨，还把我妹子气流产了。我妹怎么嫁给你这么个人渣？是我哥，咱们也做了几年亲家，虽然见得不多，但你们怎么是这种人呢？是我妈，一家子人品都有问题，上梁不正下梁弯，必须离婚。是我爸，心里涌上一股暖流。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不喜欢江琪，但我颜控实在有点严重，一门心思嫁给他。我想他们应该会生我的气。可当我出事的时候，家人是第一个来到我身边的。我家祖籍山东，我哥竟身高1.89米，那叫一个壮硕。江琪在他面前像极了小鸡仔。我哥一直不明白，怎么偏偏我的审美就是江琪这种细狗呢？此时此刻，我哥揪起江琪的领子，冲脸就是一拳，拳拳到肉，我听着都爽。江琪他妈有心要拦，只是畏惧我哥的大体格，怎么都不敢上前。听着打得差不多了，我佯装刚刚醒过来，慢慢悠悠睁开眼睛。爸妈，哥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的孩子呢？发生了什么？演技大爆发，我一阵哭嚎，病房里又是兵荒马乱。说实在的，我心里也难过。
哭的也有真情实意。毕竟这是我的孩子，在我肚子里待了很久。我在心里对他说了一句对不起。妈妈心疼地抱着我，妍妍，孩子没了。我已经痛苦到了极致，只能默默流泪。记者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场面，流泪的发妻，暴怒的大舅哥，一对心疼女儿的父母，一个包庇儿子的婆婆，还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渣。我看到记者眼睛都在发光。记者是我爸妈找来的，他们恨极了江琪，一门心思想要给我出气，曝光江琪。我妈是小区朗诵队的，口才很好。记者女士，这就是背信弃义的当代陈世美。想当初我女儿一门心思照顾江琪，伺候她吃，伺候她穿，房租也全是我女儿出。她好吃懒做，在家里考了3年研究生，好不容易上了岸，第一件事居然就是出轨。不仅如此，我女儿怀着孕给她送饭，居然还被她气得流产。学校里的学生都是见证者呀！我苦命的女儿哟，您一定要如实报道，给我女儿一个公道。记者连连点头，手里的笔刷刷刷写得飞快。江琪还痛得龇牙咧嘴，却也知道遮脸叫自己不被拍到。我埋在被子里，只做好一个可怜人的模样。我还在坐小月子，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。我和江琪的事情还在热搜上，虽然热度有下降，但依旧有很多人持续关注。毕竟研究生、渣男、流产、出轨这几个词放在一起，真的很能引人深思。再加上如今正是考研热潮，很多人是智性恋，也把学历高低放进了自己的择偶标准。人们不禁反思，高知男性就等于人品道德好吗？很明显不是。人的卑劣品格并不会因为他学历的提升而改变。博士还有出轨犯罪的呢，必须开除。我不能接受学校里有这样的同学。是啊，江琪是我学弟，他平时一直标榜自己单身，再加上长得帅会来事，我认识的几个女孩子都对他有好感。真没想到会是这种人。最可怜的是他老婆，还有被他欺骗的女同学，人家在自己不知道情况下就成了小三。得了吧，要我看就是作秀。他老婆觉得自己配不上研究生，做一出戏想挽留呗。你说的对，更何况他老婆也是蠢，难道结婚的时候分辨不出品行吗？现在出来闹，楼上什么三观，人家是流产了好吗？我亲眼看到的都是意外，你们这种人真恶心。我翻看着评论，心想大多数人还是明事理的，当然骂我结婚识人不清我也认。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大学刚毕业就选择了婚姻，这也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身体的伤痛可以治疗，心里的阴影可能真要留存一生。总之，我现在看到长得帅的男的就发怵，一不小心就治好了颜控，这难道是因祸得福？手机界面主管发来信息，什么时候来上班？主管这人还真是，说他好吧，我月子还没做完就催我工作，说他冷血无情吧，我闹出这么大事还旷工这么久，他也没开除我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很感动的。好嘞，丁姐，我做完月子就去，你也别太伤心，为了男人不值得，身体养好，跟我去出差。我在屏幕跟前疯狂点头，呜呜，主管大好人。那么接下来就该料理江琪了。正想着，江琪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妍妍，我知道你还生气，但咱们日子还得过不是吗？你能不能给我点钱？我重修要交2000块，妈病倒了，你帮帮我吧，甚至是给而不是借。再一次见识到了江琪的厚脸皮，脸之大，一盆放不下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手机里还有咱们在一起的视频呢，你也不想被发出去吧？
好家伙，软的不行来硬的，居然还威胁上了，真当我怕你？滚！我吐出一个字，干净利索地报了警，顺便把手机录音交给了警察。妍妍，你不怕他真把视频发出去吗？闺蜜给我喂了2瓣橘子，还是有点担心。怕什么？我床上放了正版的贝尔，他要敢发，打的可就不止敲诈勒索一个官司。闺蜜震惊，嘴巴长得可以塞进一个鸡蛋。我去，这也行？江琪的报应很快来了，涉嫌敲诈勒索、侵犯版权，再加上旷课挂科过多以及出轨热搜，学校也很快开除了他。这一步步可都是他活该，出轨的是他，勒索我的是他，发视频的是他，挂科的也是他。我所做的不过是推波助澜，他就自己走到了自己的结局，能怪谁呢？怪他自己就是了。我是存了想报复他的心理，可我也没想过用流产这种方式。原本我只是想在学校把事情闹大，让他在学校里混不下去，没办法欺骗更多姑娘。可谁知就走到了这一步。或许冥冥之中，肚子里的宝宝也想帮我一把。他知道自己无法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选择用这种方式跟妈妈告别。算起来，江琪现在也有26了，没有工作经验，没了研究生学历，找工作只会比我当初更困难。再加上他眼高手低，一直自命不凡，哪里能看得上普通的工作？苦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出了月子，我找了律师打离婚官司，却不曾想这娘俩还住在我租的房子里。当初租了整年，后面又忙忘记退房，居然还让他们占了便宜。退了房，房东姐姐撵他们搬走，谁知他们死活不搬，非要在家里等我回来。这种情况，房东又是个瘦弱的小姑娘，不敢强行撵人，只好求我帮他把这2人劝走。明言，你不能退房，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我和妈还能去哪儿啊？去哪儿是你们的事，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，难不成还要找我乞讨？兴许是乞讨2个字惹怒了他，江琪脸涨得通红。都怪你个臭娘吗？我怎么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恶毒的女人？我的人生全被你毁了，都是因为你。咱们像以前一样不好吗？你工作，我上学，日子过得多好啊！我笑了。好，你是把我当免费的劳工，还是免费的保姆？软饭硬吃，吃上瘾了是吧？要是你能安安分分吃软饭，好好伺候我，我也不是不能养着你。可是你呢？出轨不说，还专门把你妈找来搓磨我。这世上的好事怎么可能全部轮到你身上？我告诉你，想住下去，想不离婚，没门儿！江琪怒从心中来，拿起一旁的匕首就要刺向我。我躲了2下，跑到楼道，他追着我刺都没刺到。我想着楼道的监控应该录得差不多了，反手将他制服。饶是如此，手臂还是被划伤了一道很长的口子。老娘练过空手道，还打不过江琪一个细狗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敲诈勒索、侵犯版权、杀人未遂，这可是连着3个罪名，数罪并罚，够他好好喝一壶了。他好像终于知道了后悔，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，鼻涕口水流了一脸，抱着门就是不想被警察带走，好狼狈。可这都是他自己做的，要不是我练过空手道，可能真的要被他刺中了。原本只是想帮房东姐姐刺激他搬走，现在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也没想到这人胆子这么大，这么能做，所以出轨研究生意图刺杀发妻又上了热搜。这次评论区再也没有了难听的言论，大部分人都觉得江琪可能真的是一个疯子，正常人怎么敢杀人呢？也有很多同校的学生庆幸校方已经开除了这种不稳定因素，要是在学校发疯，
伤到同学可怎么好？连我都庆幸，还好很早发现了他的真面目。要是等生了孩子，过了几年，吵起架来，他岂不是会砍死我？他进了监狱，也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作为完全过错方，我不需要给他1分钱，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，才真正安心。主管带我去爱尔兰出差，生活终于走上正轨。5年后，又是同学聚会，主管已经升迁去总公司，而我也在当了几年组长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，工资整整翻了1倍。这次的同学聚会，只有我独自一人出席。同学们多多少少知道我和江琪的事，对我们的现状都颇为好奇。我倒是没什么好说的，有钱有时间，生活无比滋润。江琪却不同了，他大学上铺的同学还挺关注他。谈起这几年的事，江琪还在监狱里呢。当初他犯的那些事，可都不是简单的。对了，明言，那时候他拿刀刺你，伤到你了没？我向众人展示了我手臂上的伤疤。我是疤痕体质，伤疤不容易消失，如今还留在我身上，长长一条，看着也是有点吓人。这小子胆子也大。去年我去看他，听说他在牢里打架，不仅没减刑，反而，不过也是他活该。他老妈70多了，没老伴儿，没儿子，没存款，现在领着低保过日子，虽然有点可怜，但好歹活得下去。骤然间听到故人的消息，我以为我会很爽快，现在才发现心里也没啥感觉。对了，明言，我记得他那时候还看不上咱们2本的学历呢，说你考不上证。我干干笑了2声。CFA 啊，我大3的时候就过了2级，也不至于考不上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男友一门心思脱产考公，2年之后终于上岸。我职场打拼升级经验，疫情之下最终被裁。上岸之后，这人竟瞧不起我了。上岸第1件，先斩意中人，果然诚不欺我。交往了8年的男友今天和我提分手了，他甚至懒得跟我见面，而是在微信上发了老长一段字，官腔味儿浓得呛人。如果不是夹杂着分手2字，我甚至怀疑他把发给领导的公文误发给了我。我竟然在这样一个垃圾身上浪费了8年。钱以文跟我提分手的时候，我正在和客户做最后的拉锯，胜败在此一举。客户握着我递过去的黑色油性笔，笔尖落在签名页的上方，像遇到强大的浮力一般，怎么也按不下去。李小姐，都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跟你讨价还价了，再赠送1年的维保服务，你看成不成？成的话，我现在就签字。他顿了顿，瞄了我一眼，做事要合上合同，不成的话也没关系，买卖不在情义在。你这小姑娘实诚，我还挺喜欢的。他没有真的合上合同，我的眼泪倒是真真实实的啪嗒啪嗒直往下掉。我发誓，我不是卖惨，更不是矫情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们也能体会到，成年人的失控是压不住的。钱以文发来的那一大段文字，我只是匆匆扫了一眼，就牢牢记住了里面的每一个字。他说：“晶晶，这些天我认真复盘了一下我们这段关系，发现无论在情感上，还是思想上，乃至人生方向上，我们都已经渐行渐远，勉强走下去也有违我们当初在一起的初衷。所以很艰难地做出分手的决定，希望不会伤害到你。很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信任和陪伴，这份情谊我会永远铭记于心。最后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，祝你万事顺遂，平安喜乐。”官腔味浓的简直呛人，如若不是分手2个字像钩子一样戳进我心里，
我甚至都怀疑他把发给领导的公文误发给了我。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其实也没那么突然，一切早已有迹可循。我在迟钝，那些明晃晃的冷漠、疏离以及各种反常，也早已一遍又一遍为我拧亮了扎眼的警示灯。尤其是大前天，我从外地参加完培训回来，飞机晚点，到小区楼下时已经半夜12点了。北方寒冬的深夜，冻得我浑身直打哆嗦。我用已经冻僵了的手给钱以文打了10几通电话，他这才睡眼惺忪地跑下来给我开门。我知道这事不能全怪他，毕竟门禁卡是我自己弄丢的。飞机晚点我也没来得及提醒他，可我的门禁卡丢了。我不仅明明白白告知他了，还不止一次地催促他尽快去帮我补办一张。他一如前几次那样，用没时间和忘了敷衍我。我强压下心头股股直冒的恼火，那把你身份证给我，我明天自己去物业那儿补办。他没答应，也没不答应，翻了个身，扯上被子，又呼呼大睡了过去。一整天的长途奔波，我累得四肢酸软发胀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就是找不到一个舒坦一点的睡姿，索性抱了一床被子往搁在书房的折叠床上一扔，反倒一夜好梦。第二天我调休，所以没设置闹钟。起来的时候，钱以文已经走了，没留下半句交代，当然也没留下身份证。我想把折叠床重新折叠起来，才发现一侧床腿焊接处已经裂开了一道缝，稍稍挪动就摇坠得厉害。真不知道是怎么支撑我安然睡了一整晚的。这张折叠床是我8年前买给钱以文的，当时他刚毕业，还是一个以工地为家的工程狗。那时他常细说，这张折叠床代替我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后来他辞职脱产考公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小书房，学古人头悬梁锥刺股，实在熬不住了，裹条毯子就能在这张小折叠床上对付一夜又一夜。说句玩笑话，有一阵子我还吃过这玩意儿的醋，觉得钱以文睡他比睡我的时间还久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不知不觉都过去8年了，难怪连折叠床都坏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得好。钱以文从学生时代起就种下了一个体制梦，他骨子里天生就是木棺的。上大学时，他拒绝加入任何一个社团，一门心思只想进学生会。毕业后，他在家人安排的公司勉强工作了1年，就毅然决然辞职脱产考公。我虽然对考公一直无感，但刚工作的第1年，屡屡碰壁，各种不顺。在他3番5次的游说之下，也与他一起加入了备考大军的队伍。可我性格外向，活泼好动，热衷于挑战，并不适合做严谨而又呆板的体制内工作，所以我的备考投入度远不如钱以文。有时候看他废寝忘食地刷题啃书，连叫他吃饭都得3请4催的，我忍不住酸溜溜地揶揄他：这么拼，有朝一日你金榜题名，我名落孙山，你该不会一脚踹了我吧？我可听说上岸的第1届先斩的都是意中人呀，你哪听来歪理邪说？他脱口反驳我，又一把把我捞进怀里，双手惩戒般的在我腰间肆意游走，一天到晚净胡说，有这胡说八道的功夫，不如多刷2道题。很可惜，一战后我俩双双铩羽而归，我连笔试都没过。钱以文的笔试成绩还不错，但没选好岗位，也没能进面。我很快接受了这个结果，毕竟我志不在此。加上时来运转，机缘巧合之下进了行业内 Top 3。我迅速调整好了状态，进入全新的战场。脖子上的那张工牌
像一束光一样照在我头顶上，我感觉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。这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太棒了，所以我能理解钱以文的体制梦，也愿意尽可能地包容他，成全他，因为那时我是真的爱他。钱以文对此很是意难平，还因此和家里闹掰了。家里给他安排的工作也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，只要肯吃苦，不愁没有发展。可他坚持再一次考公。盛夏的季节，他在我们公司楼下等了我一下午，一脑门子的臭汗，配上一张阴沉到结了一层霜的脸，怎么看怎么滑稽。我拉着他去大排档喝酒撸串，即便坐在这市井气息浓郁的马路边，他的腰板也挺得笔直，熨贴的白衬衫没有一丝褶皱。周遭人来人往，忙忙碌碌穿梭于各桌之间的店老板，邻桌大口喝酒，举着羊肉串指点江山的中年男人，马路边拖着一身疲惫往家赶的工薪族，还有一对从大剧上走下来的男女。他们短暂停留了2分钟，又转身钻进了大剧，掀起一股灰尘。钱以文默默用湿纸巾擦着白衬衫上被甩上的羊肉串的油星点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用很笃定的语气对我说：“我必须得再试一次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我只是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有错吗？就算我爸妈不支持我，我也绝不放弃。”那一刻，他眼底不断翻涌的认真和坚定，像地心引力一样吸引着我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没事，我支持你。”为了这一句话，我从员工宿舍里搬了出来。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钱，如果租住在公司附近，我们的预算只能租一间1居室。可他备考需要相对安静独立的空间，可倘若要租2居室，我的通勤时间要加长到单程1个半小时左右。我们纠结了2天，最后我一咬牙，独自去签了2居室的合同。他知道后，紧紧拉着我的手，过了很久很久才缓缓开口：“我答应你，一定带你搬回来。”后来他倒是真的带着我搬了回来，可现在我却连拥有一张门禁卡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不，很快我连进去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了。能说他违背了当年的承诺吗？好像说能也行，说不能也说得过去。这个擦边球他打得挺好。这套房子是钱以文的父母买来给我们做婚房的，我们差一点儿就结婚了。领证前一天，我爸请钱以文来家里吃饭，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。我看得出来，我爸那一天是真高兴。他一向话不多，我妈走后，他更是变得沉默寡言。可那晚，他却拉着钱以文絮絮叨叨说了很久。6年了，叔总算是放心了，对金金他妈也算有了个交代。他妈走得早，我对他也是娇惯了些。咱都是大老爷们，凡事你多担待，让着他点儿啊。等结了婚，好好找份工作，只要2个人踏踏实实，夫妻齐心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也就是最后这一句话，像自带了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。钱以文的脸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没有给我爸面子。原来这些年来，我在叔叔眼里都算不上踏实。3个月过去了，他依然沉浸在2战失利的挫败中。我可以容忍他一天比一天糟糕的坏脾气，可以任由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连外卖盒都不肯扔到楼下的垃圾站。我甚至替他挡下了来自他父母催他找工作的压力，做好了大不了再养他一阵子的心理准备。因为当年那个穿着白衬衫，对着话筒侃侃而谈的少年，时隔6年依然让我心动。那些我工作，他备考，彼此相伴，互相打气的日子，依然让我好怀念，好怀念。
我能接受他所有的好与不好，唯独不能接受他不尊重我爸。我出生没多久，我妈就走了。4岁那年，我爸经人介绍和一个离异的女人走到了一起，两人差一点就结婚了。可细心的他还是发现了，我看人的眼神变得躲躲闪闪。他立马掀开我的衣服，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还是不放心，又带我去了一趟县医院，做了更详细的检查。其实那个女人没有打我，她只是讨厌我，经常用很凶的眼神瞪我，有时候还会说些诸如把你扔到河里淹死之类的话，恐吓我。我爸发现后，立马和那个女人断得干干净净。后来的这20多年来，他再没动过再婚的念头。隔壁婶子曾对我说，我爸赶走那个女人的那天，抱着我在我妈遗像前直磕头，小庆，我对不起你，咱姑娘以前是多活泼一孩子啊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。所以懂事以后，我整天嘻嘻哈哈，像男孩子一样四处疯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就是知道他喜欢看到我这副野样子，我想让他高兴。那天和我爸吃完饭回去以后，我和钱以文大吵了一架。我红着眼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爸说话。你也知道，我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没忍住。他虽也自知自己有些过了，但仍然一副他心情不好他最大的模样。你说喝酒喝得好好的，谁叫他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尽往我伤口上撒盐，我差点被他气死。你是不是考公的时候把脑子落考场了？他说那些话是往你伤口上撒盐吗？明明是宽慰你，担心你没工作有心理压力，这你都听不出来吗？笑话！我堂堂1本大学生，真想工作会没有？他冷笑了一声。我钱以文要么不做，做就一定要做最体面的工作。最体面？钱以文，我拜托你搞清楚，公职也只是一种职业，职业是不分贵贱的。你以为你考上公务员就是加官进爵，就能跨越阶级了吗？至少会有这个机会。他满眼怒视着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过来，试图牵我的手，也换回了平和且坚定的语气。晶晶，我实话跟你讲，我还是不想放弃，你能再等等我吗？你妈说的对，你简直魔怔了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只觉得恼火至极。我也实话跟你讲，我不能，我等不起了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一没作奸犯科，二没游手好闲，我只是想实现我的梦想而已。他越说越激动，一抬脚踢翻了茶几边的垃圾桶。我已经很努力，很努力了，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我，支持我？之后，我们定定地看着彼此，谁也没再说话，都从对方眼底看到一种叫做失望的东西。我们没有如约去领证。晚上下班后，我径直回了我自己的家。我爸什么也没问，给我煮了一大碗乌冬面。钱以文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没有接，然后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，发现眼睛都肿了。钱以文带着一对父母敲开了我家的门，钱父拎来2瓶茅台，钱母从进门起就拉着我的手不放。钱以文更是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向我爸道了歉。我爸接受了钱以文的道歉，他把前一天刚给我卤好的酱牛肉用保鲜盒打包好塞给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爸都懂，6年的感情哪是说放下就放下的，回去以后就别哭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回去以后，钱以文再三承诺，再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还考不上，就此死心安安分分工作，再不提考公半句。不知道他是怎么给二老洗脑的，这一回就连钱母也帮着他说话。金金啊，算阿姨拜托你了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孩子从小就一根筋，你不让他死了这条心，
他这一辈子都会惦记。以后你们结婚了，日子也过得不安生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我们心照不宣的，谁也没再提领证的事。我以为他们是不好意思在钱以文前途未卜的时候提，我爸以为我还是跟他赌着一口气不肯提。直到1年后，钱以文终于艰难上岸，两家人聚到了一起，欢天喜地地庆祝了一番。3个男人干光了2瓶茅台，我和钱母也以果汁代替酒，频频碰杯，说不出来谁最高兴。每个人脸上都盛满了喜悦，挂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散场后，3个男人都喝多了。我送我爸回去的路上，我爸梗着脖子一遍又一遍喃喃自语：奇怪，他们怎么不提结婚呢？怎么都不提呢？我这才猛然意识到，为什么巨大的欢喜面前，我隐隐有些说不上的失落。我们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，只是钱以文盼的是上岸，然后实现梦想，而我盼的是上岸，然后结婚。那天之后，结婚2字一直徘徊在我嘴边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有时是看着他每天欢天喜地地做着准备入职的工作，不好打断；有时候会天真的幻想他会不会是故意不提，等着给我一个惊喜。就像我们刚同居那会儿，他虽然没有工作，但经常用钱母塞给他的生活费给我买漂亮的小裙子、最新款色号的口红，然后偷偷藏在家里某个角落，等着我自己发现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丧失了开口的勇气，怕别人觉得上赶着，怕别人会说没考上时不提，一考上倒是主动了，甚至怕如今的钱以文已经不想跟我结婚了。我又想到了那句话，一次在他推脱下楼帮我取快递时，我借题发挥，都说上岸第一件，先斩意中人，这才刚考上，让你帮我做点小事都不肯了，怎么下一步是不是婚都不想跟我结了？你又胡说八道什么？他又说了同样的话，可语气与上一次截然不同，也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一把将我捞进怀里，只是脸色十分不悦地开门下楼去帮我取回了快递。那一夜我失眠了，睁着眼睛把我们的7年温习了一遍。我们在一起的最后1年发生了好多事，这期间疫情以旋风般的速度席卷全球。就当我以为日子还能像原来一样平稳时，很不幸，一个巨大的令我措手不及的意外精准地降临到我的头上。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司第3次裁员名单上。我太小看了这次失业，在整个行业瘫痪的情况下，我只能尝试转行。可我一大龄未婚女，又没有其他行业的工作经验，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那段时间，我撒雪花般的海投简历，收到的面试邀请的却寥寥无几。每一次我都打起12分精神去应聘，可大多 HR 连我的简历都不细看，开口就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近2年有没有结婚生子的计划，要么就是质疑我转行的决心，认为我转行只是为了过渡一段时期，毕竟我原行业与我的专业对口，又从事多年。我一度也将计就计，干脆就先找一份简单的闲职，等行业复苏后再说。没想到也屡投屡拒，一位 HR 很直白地告诉我，老实说，你的学历和能力都不错，可你应聘的岗位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岗位，一个应届生也能很快上手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你的竞争力却是不如应届生的。他们年轻有活力，劳务报酬低，生育风险也低。这2年企业也艰难，我无言以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焦虑无措极了，整夜的失眠。钱以文一开始还会安慰我几句，劝我不着急，慢慢找。渐渐的，
他也不耐烦了。在我又一次抱怨大龄未婚不好找工作时，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天天拿未婚说事了。难道职场上都是20出头的小姑娘？本质上就是你能力不行。真正的强者到哪都能杀出一条血路。他顿了几秒，接着数落我：当初叫你一起跟我考公，你又没定性，还阻止我考下去，还好没听你的。你看现在放眼望去，各个行业哪个行业有我们抗打？后来我不得已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，前期每天几百个的电销定额，打得我喉咙都哑了。后期面销每一天都逼得我将脸皮和尊严狠狠扔在地上，又默默弯腰捡起来，压力大到经常走在路上，走着走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有一回我舔着脸为一个意向客户服务了近1个月，他却在我带着合同去公司找他签约时，为了所谓的人情放了我鸽子，签约了其他家，连面都没让我见着，直接让前台请我出去。那天我在他们公司楼下的台阶上坐了很久，我知道事已至此，没有想要再堵他，更没有找他讨个说法的意思。我只是累了，想坐着歇一歇。他下班的时候看到我，竟然直接报了警。一番解释下来，天已经黑透了，我的情绪崩到了临界点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自我消化情绪，只是那天晚上我实在太委屈太难受了，所以给钱以文打了个电话，问他能不能来接我。他倒是来了，但从我上车起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刺激我，看你丧成这副鬼样子，就知道又泡汤了。每天早出晚归的，赚那么点姨妈巾都买不起的底薪，我要是你，我也丧。你看我们现在待遇虽然不如以前了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福利也好，这2个月绩效还涨了一些呢。现在知道体制内的好了吧？体面、稳定，还旱涝保收，叫你当初不肯考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听到轰的一声，隐忍许久的情绪如坍塌的山洪，无数山石被席卷着滚滚而下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再不呐喊挣扎，我就要被吞噬淹埋，就要窒息而死了。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最后悔的事我都做了。钱以文，我混成今天这鬼样，你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是不是又想拿大龄未婚来说事？反反复复的，你不腻吗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无能归咎在别人身上？他也火了，连车速都快了些。再说了，当初是你跟我闹脾气，不肯去领证的，那后来呢？我不配了是吗？我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呼呼的喘气声，我自己听了都害怕，他似乎也怕了，声音缓了缓：行了，我开车呢，不跟你吵，抽屉里有水，你先喝点水，冷静冷静。中秋那一天，我爸倒下了，前一天他还打电话让我叫上钱以文中秋回家吃饭，他托人买到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我赶到医院时，他被送进了 ICU， 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我慌乱的腿都软了，蹲在地上给钱以文打电话，响3声挂断，响2声挂断，响1声又挂断，之后索性连响都不响了，他直接关了机。没有人知道我那一天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只记得我一直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，吹着风，看着树上的鸟飞来飞去，看着又圆又大的月亮一点点爬上来，又一点点掉下去，然后又看鸟飞来飞去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我爸走了，我就立马从这里跳下去，他们反应再快，应该也赶不及拉住我。7楼够高的了吧？应该能把我摔死吧？这样我跟我爸相差个几分钟，应该能赶上他吧？我猜我妈也猜到了我的想法，
所以把我爸给送了回来。因为我爸醒来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见到我妈了。我妈又把他骂了回来，他虚弱得手都抬不起来，居然还有力气冲我笑。别怕，爸不会有事的。你妈说了，快滚回去，闺女还没嫁人呢，你怎么有脸来？我抱着她的胳膊，终于哇的一声哭得好大声。我回去看了，大闸蟹都死了。钱以文到了第二天下午才赶过来，我爸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我把他拉到病房外，他不断地跟我道歉，又很认真地解释。昨天下午我给他打电话时，他正在陪一个上面下来的很重要的领导，一直陪到很晚。回去的路上手机又丢了，他太累了，想着第二天周末，索性睡醒了再去买新手机。谁知这一觉就睡到11点多，等他爬起来再买了手机赶过来，就这个点了。你不会真生气了吧？他小心翼翼地问我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了。没有，我摇了摇头，很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。钱以文，我们结婚吧？现在吗？我看到他的目光微微晃了晃。现在不合适吧？叔叔还病着，我刚入职，还在适应。你上次不也说了吗？你们公司一发现女同事有结婚生子的苗头，就开始动作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。你说的也对，他许是没料到我这么温顺的反应，愣了愣，又说了一句：再等等吧，先等叔叔的病养好再说。好，我爸睡了，没事，你回去吧。我顿了顿，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又叫住了他。对了，我爸本来买了大闸蟹叫我们回去吃的，也没吃上。我同事说新区广湖楼的醉蟹不错，等我爸好了，我们陪他去吃一回吧。哎，咋还哭上了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客户递过来的纸巾将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。我对自己说，李晶晶，你只可以失控到这里。我这一哭，客户倒是很爽快地签了合同。这是我3个月来签下的第1单，一个大单。还真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，就一定会为你留一扇窗。他一边刷刷刷签下他的名字，一边看着我直笑。小姑娘真性情，我也挺喜欢。他还问我多大了，想把他侄子介绍给我，问我有没有男朋友。我又抽了一张纸巾，没有了。不过比起你侄子，我更希望您能多给我介绍几个客户，送走客户。我请了半天假，蹭邻居的门禁卡进了楼，花了2个小时收拾完自己的行李，然后把钥匙挂在玄关处的陶瓷人偶上。那陶瓷人偶本来是一对的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钱以文。我们大学的时候去西塘玩，在一个手艺人的小摊位前做的。他的陶瓷人偶做得很像，我的做得有点胖。他逗我说我本来就这么胖，我们家的镜子看着显瘦，他一直没好意思告诉我真相而已。我追着他打，他边跑边护着我的陶瓷人偶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回头给摔碎了，我要心疼死的。2天前的一天，我在打扫卫生时不小心将它碰到地上，看着一地的陶瓷碎片，我还在想钱以文回来一定又要说了我。可直到今天，他问都没有问过一句。我没有告诉我爸我们分手了，只说他刚出院，我不放心，所以搬回来住一阵子。他先是直摆手说不用，催我回去，后又小心翼翼问我，你和小钱没吵架吧？可不能为了我闹矛盾，你这孩子就是太孝顺了。上一回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早就领证了。爸真没事了，你还是搬回去吧。您是不是看我烦啊？一回来脚还没沾地呢，就赶我走。我轻哼了一声，故作委屈状。老李，你变心了，不爱我了。放心吧，我和钱以文没吵架，好着呢。他最近忙得要死，也没空陪我。疫情不是又反扑了吗？
他们这种公职人员都忙着投入抗疫工作呢，拿人民的钱，不得为人民办点事啊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念叨着没吵就好，伸手想接过我的行李箱，试了几次，竟然没有拎得起来。我看着他袖管里干瘦的臂膀，眼睛又发涩了。我爸的臂膀不是浑圆强壮的吗？不是轻轻一拎就能把我举过头顶，骑在脖子上的吗？爸，我今天签了一个大单，我以后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，给您买很多很多的茅台。不，医生说您不能喝酒了，那我给您买人参吧，能延年益寿的那种，您吃了一定能长生不老。好好好，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那你妈在那边可得等急了，就让她等着吧，还是陪我闺女最重要。我背过身子，炸出了一串眼泪。医生说了，他陪不了我多久了，再见到钱以文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。我爸已经陷入了半糊涂的状态，他经常拉着我的手喊我妈的名字，更是经常把来看他的男人都当成钱以文，尤其是陆时明。每一回他来，我爸都会拉着我俩的手，叮嘱我们好好的，别吵架，别置气，别在他跟前待着了，快去把证领了。对了，陆时明就是那个我第一单客户的侄子，那客户后来又给我介绍了几个大单子，让我的业绩一度在公司蝉联榜首。盛情难却之下，我和陆时明见了一面。小伙子倒是长得一表人才，只可惜我不是他的菜，至少我比不上桌子上的那盘冒烤鸭。他干光了整整半只鸭，连里面的豆芽都吃完了，都没正眼看过我一眼。后来还用他是直男来敷衍我。行吧，本来6岁的年龄差，我也不好意思老牛吃嫩草。我的青春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再陪不了另一个男孩长大。我本以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，没想到他竟然在这家医院做义工。这1年来可没少帮我忙，每我遇到推不掉的应酬和出差，他都会替我照顾我爸，有时候一照顾就是一整宿。有一次我爸病危，陷入了休克，他陪着我守在手术室外，抖得比我还厉害。后来我才从客户那知道，他爸妈在他12岁那年被一场车祸带走了。那天小小年纪的他就是这样坐在手术室门口，亲自送走了爸妈。我想起他当时安慰我的话，有些驴头不对马嘴，有些感动，也有些心疼。他说，我帮你求过菩萨了，上一次他没答应我，这一次一定不好意思再拒绝了，叔叔肯定会没事的。只不过呀，这小子还是那么的直男，他抢着帮我爸翻身，说我翻不动。我硬挤出一点可怜的肱二头肌，说你可别小看我，当年我可是能左手10斤大米，右手5斤大豆油，一口气爬5楼的女壮士。他看也没看我一眼，很淡定地回了我一句，当年你还年轻。钱以文就是在我用花拳绣腿招呼陆时明的时候，提着一篮水果出现在我面前。其实这几个月来，偶尔他也会联系我，一次是大半夜喝多了打给我，我直接给挂了；一次是我爸先打给他的，他给我回电话让我放心，他也没有把我们分手的事告诉我爸。我对他说了声谢谢，他又说你也要多保重啊，我怕我会骂死他，所以强行挂断了。从前一阵子起，他又断断续续给我狂发微信消息，一会儿说他现在挺好的，一会儿又说有时候挺累的，后来居然开始打卡式每天给我发他早上吃了什么，晚上加班到几点，做梦梦到了什么。我从来不知道他竟然还有这么哆嗦的一面，不过挺烦人的，所以干脆一甩手直接拉黑了，然后他就这么杀了过来。你不知道，体制内勾心斗角太厉害了，那段时间我压力太大了，
我们俩又3天2头吵架冷战的，我这才犯了糊涂。你走后，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我们在一起8年，有过多到数不完的回忆，我做什么都会想到你。我这才发现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一开始我是拉不下脸来找你，后来是不敢来，怕你不原谅我，怕你拒绝我，那我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有了。晶晶，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吧，也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。1周后，我记得那一天是2022年5月10日，壬寅虎年4月初10，大雨，一破屋，祭祀，祭诸事不宜。那一天，民政局门口有2对吵得面红耳赤的男女，一对是把爱人过成仇人的离异夫妻，另一对则是我和钱以文这对兜兜转转又破镜重圆的长跑情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天我从出门起就开始心神不宁，下阶梯时还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崴了脚，回家换了套衣服，出门突然又下起了暴雨，怎么也叫不到车。等我一瘸一拐赶到民政局的时候，钱以文已经等了我2个多小时，所剩无几的耐心一触即发。李晶晶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妈特地找人算的黄道吉日，我特地请的假，现在全单位都知道我要结婚了。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身份证丢了，你手机能丢，我身份证怎么就不能丢了？这哪跟哪呀？都多少年前的事，还过不去了。他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，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。李晶晶，你催我领证，该不会就是为了报复我，耍我吧？你也太歹毒了吧！我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我曾爱过整整8年的男人。有一句话他说对了，我眼光确实没他好，我竟然在一块垃圾身上浪费了8年。我爸病得迷迷糊糊，还心心念念问我要结婚证的时候，我确实恨他，恨得想报复他。可今天和他来这儿领证，我没有耍他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生出的第一念头是像赶苍蝇一样赶走他，可下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把我爸所剩无几的生命。他这一生为我做了太多太多，我真的不想他走，也走得不安心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突然变得很清醒，以为我在公司加班，颤颤巍巍走到客厅，对着我妈的遗像泪流满面。小庆，我知道我这次非走不可了，你说你也是，为什么不干脆早点带我走？如果我早走了，闺女早就和钱家那小子领证了，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原来他一直为当年那句无心的话耿耿于怀，虽然我早就明明白白告诉过他，我和钱以文当年没领证跟他没关系，可他依然固执地认为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就不会吵架，不吵架就不会冷战，不冷战就不会不领证。可他到现在都不知道，眼前这个人早就不配了。钱以文，广湖楼的醉蟹好吃吗？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带我爸去尝一尝就分手了。可钱以文尝过，在我爸躺在 ICU 生死未卜的时候，我实在联系不上他，给他单位打了电话，他同事告诉我，他早走了，跟新借调过来的女同事去广湖楼尝醉蟹了，还调侃钱以文这次可下血本了。他愣怔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反应了过来，脸色又变了变，凑过来试图想抱我。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大步。还有，黄道吉日，你们全家都瞎吗？日历上明晃晃的诸事不宜4个大字看不见吗？我爸是3天后走的，临走之前，他神神秘秘地把手伸进枕头里，说送我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。等他张开手掌，我看到我遗失的身份证安安稳稳落在他掌心里，热泪瞬间夺眶而出。闺女，爸是病糊涂了，你怎么也跟着爸一起犯糊涂呢？
他将身份证塞到我手里，笑着叮嘱我：“快收起来，以后可别再弄丢自己了。”我爸出殡那天，钱以文带着前父前母也来了，被我2个堂哥挡在了门外。据说钱以文想硬闯，被我堂哥新仇旧恨加起来熊揍了一顿。他还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他回过头来找我复合，压根不是对我旧情难忘，而是被借调来的那个女同事被他的领导挖了墙角，又处处排挤他。体制内勾心斗角厉害吗？那是因为有些走进体制内的人内心本就不单纯。上岸第1届为何斩的都是意中人？因为意中人啊，挡了他前行的路。只有我腾位了，他才能高枕无忧地和无数个体制内的女同事吃醉蟹、吃日料、吃火锅，然后挑一个最有利于他仕途的一起吃1日3餐。难道不是他还是太魔化体制内了吗？自以为上了岸就是位列仙班了，可他不知道神话故事里那些仙女们哪一个爱的不是法力更强、仙级更高的上神仙君？从前我顶着大龄未婚女的帽子四处碰壁，他嘲笑我、讽刺我，却从没意识到比我还大2岁的他3战上岸时已经年近30了。先不论体制内是不是一个等级观念森严、论资排辈很严重的群体，只光说你刚进门没多久就和领导抢女人这一点，就显得非常无脑。他所谓的仕途之路，可谓真真儿被自己堵死。据说已经没有人敢给他介绍体制内的姑娘了，而体制外，我成了他最好的选择。陆时明也来了，钱以文这些乱七八糟的污糟事就是他带来的。他本想用这些阻止我和钱以文领证，真是有心了。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，背影笔直挺拔，给我爸鞠躬的时候，恍惚间我好像看到遗像上的我爸笑得格外温柔。走到我身旁时，他伸手将我往一旁拉了2步，然后指着地板上凹下去的那一块说：“站远些，你今天穿了高跟鞋。”我故意调侃他：“我们的直男长进了。”他挠了头，有些羞赧，什么也没说，默默陪我料理完我爸的后事。我可能真是年纪大了，反射弧都变长了。从殡仪馆回来的第2天早上，我习惯性地往豆浆机里抓了2把黄豆，又从冰箱里都拿出2颗鸡蛋，这才猛然意识到我爸再也吃不到我做的早餐了。我没有爸爸了，一瞬间只觉得心如刀绞，蹲在地上大哭了一场。陆时明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早餐敲开了我家的门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搭伙吃早餐。一开始他还会睁着眼睛瞎编几个借口，比如晨跑正好跑到我家附近，比如我家楼下的早餐店有他最爱喝的咸豆浆。后来实在编不出来，就闭着眼装死，教育我食不言寝不语。前不久，我接到公司外派的任务，深知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，我一度被迫停下过脚步，也曾被人狠狠丢下过。所以如今的我，不敢轻易放弃任何一根可以让我向上攀爬的绳索。我以为我的早饭搭子会就此和我一拍两散，谁知这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外派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1年半载也说不定呢。没事，我年轻，等得起。看，还是这么直男。我突然想起那个去外地培训回来被关在门外的冬夜，发现明明才过去1年而已，却感觉好像那已经是很久远很久远前的事了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，可心若有所向往，又何惧道阻且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